仓廪等事务，价格库为重地，相应的文牍皆在此处，以便随时调阅勾践。记着，无论何人来调阅文件，须即刻报于某。属下谨记。如算科及第，刚刚述职，须知戒骄戒躁，先熟悉熟悉环境。平日里，所有架子上的积灰需彻底打扫干净，上面的卷帙要按照周、县、年月整理妥当，千万仔细，不可马虎啊！莫要小看了这些案牍，这里可是我唐黎民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啊！属下一定小心谨慎，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。孟主簿严苛啊！之前有2名陆氏因出了纰漏，被罚去外省仓属历练。你看此人能撑几日啊？哎，3日，最多了。谁？此乃司农寺少卿。啊，属下失礼，拜见少卿。你又是谁？啊，怎么不见孟主簿？哎呦，孟主簿应该还没来吧？属下是李善德，昨日入职司农寺。属下昨夜归档卷帙时发现了疏漏，比对计算一宿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刚入职就能发现纰漏？少卿请看。哎，这是今年入库的记录。哎，这是去年冬天出库的记录。啊，这是装米仓储大吨的规格。属下认为，相关数目有误报瞒报之嫌。入库乃司农四卿及御史监阅，然后才能入库。出库则由司农寺主簿根据所领粮的出处及类别，发给领物者木器，各库属令对比木器，雌雄堪合无误，方可出库。多方查验，怎会有失？属下认为，粮食乃民之根本，更是司农寺要务之所在。仓储收支如果不严谨的话，哪怕有一点点的偏差，那都会产生极大的差池，于公于私，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弊端。具体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，不能光凭这些。少卿请看，大吨12个，上径1丈，下径9尺，高1丈2尺；小吨13个，上径9尺，下。违法除之，得8067担。因此，文牒记录囤米数与实际出库的囤米数相差186担。确实有误。这几份卷帙和草稿，可否让某带回去查看？孟主簿说了，凡是调阅，须经他手。不用担心，1粒米1寸丝，都是百姓辛苦劳作的成果。此事我定会追本溯源，彻查到底。日光，李善德此人善察弊之源，却无纠弊之法。故而啊，我将此人放到你那儿历练，
少卿高瞻远瞩，某自叹不如。老虎。果然没有3日，李善德升职了，调去了圣林署。只不过没想到孟主簿篡改案牍，晚节不保，竟落得被罚派到外省仓署的结果。这么简单啊？孟主簿篡改的文牒，其实是少卿签约过的啊。他李善德呀，就是个呆子，非要把此事统合，实则是得罪了少卿。吏部董家兄跟我说，他才去了3天，就把孟主簿从司农司赶出去了。什么？刘守令上次还把他给得罪了，还用鲤鱼戏耍他。那要是李善德跑去告发刘守令，说他当众偷吃宫院里的金桃，那不得落得跟孟主簿一样的下场，被贬到外省去。刘守令，哦呦，刘守令，刘守令，圆圆，有件事想与你商量。本官看你是个人才，想让你施展拳脚。既然你对花鸟鱼虫颇为了解，不如去乐游院上职吧。署令，我是明算科出身的。哎，署令，花，你也是。本就细绢的团扇，一看便为女子所用。莫非这书局有归云兄中意的女子？这团扇是我自己所用。莫要说笑。你看，这个扇子另有玄机哦，显白。这上面绣了“相思”2字，作何解释？在别人眼里，这是相思；可是，在我自己眼里，需要反着念。私笑。美人脉兮阴沉缺，隔千里兮共明月。我虽然身在岭南，但日日思念右相。每每月下独酌，北望长安。一个人心里是思绪万千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哎呀，故写下“思相”2字，以解相思之苦啊！哎呀，你一片苦心，右相定能感召。但愿。或许这书局只有归云兄所要之书，却从不曾有我所要啊。既如此，告辞。新民兄慢走，告辞。于长史，天黑，小心脚下。少拍马屁，服侍好贵妃才是正经事。右相嘱咐过，
此次贵妃诞辰宴要好好操办，所剩时日已经不多了，各地的进献可有眉目了？各地的生辰纲都已经在路上了，藩邦所供也过了边锁，下个月陆续抵达长安。到时候太府寺左堂署那边派些人手好好看管，莫要出了岔子。除了生辰纲之外，各地的风物特产也要到齐，你呀，督促的勤勉一些。是。于常侍，说到各地风物，这几日倒是有个乐子。那荔枝使自岭南回来了。荔枝使？您忘了？您还在乐游院见过他呢。当时领差事慌张的要命，说那岭南的荔枝是万万运不来长安啊。您说，那只有等死了。结果那痴人，如今居然声称找到了转运荔枝仙的方法，堵在各个衙门门口递渣子，结果就如蹴鞠般被踢来踢去。最后，居然还赶去兵部找那帮杀才，被轰了出来，吓丢了半条命。身在绝境，奋力抗争，只求一个绝处逢生。这个荔枝使的遭遇，倒是跟某昔日有点像。于常侍，您征马松拉的壮举，那是千古奇闻，不可复制。那荔枝使何德何能，能与您相提并论？富贵险中求，极大的风险之中，往往孕育着极大的机遇。这荔枝使若是真的掌握了转运新鲜荔枝的方法，那他手中攥的可是泼天富贵的敲门砖呢。说，哎，这老牡丹怎么会生了虫？几日了？有2日了。哎呀，2日你们不告诉我啊？为什么不说？是不是活腻了？有2日没来乐游院了，我们总不至于找到上林署吧？完了，啊！过了晌午，又想便要来乐游院。若是让他看到这般情景，我们可都得受罚。捉虫，叫所有人过来捉虫。这虫是捉不尽的，得是驱虫水吧？这还用你告诉我啊？若这驱虫水再调配不好，再把这老牡丹给毒死了，咱们的脑袋可都得搬家。那是圣人最喜欢的老牡丹，你竟这般不小心。我责任不能怪我呀。自李善德走后，大家商定好的，一起伺候牡丹他老人家。如今这枝叶生了虫，岂能怪我呀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属下虽负责修剪枝叶，可平日里只是小心的挑些枯杈败枝，比给我阿娘剪甲都小心。这虫肯定是从土里冒出来的。哎，我虽然给他老人家松土施肥，但是用的都是最细的耙子，最好的肥。要真是因为这土与肥生了虫，那也得去问问采买与司库啊。哎，我若是买了带虫卵的肥料，那虫怎么到现在才生出来啊？我看就是平日里疏于防范，哎，一定是隔离网子出了疏漏，才让虫子给钻进来的。哎，是，我是负责围网隔离，但在吏部任职郎中的家兄常常教诲我说，最难防的是人心。首令，这围网隔离何时是为了防虫了？真是人在蜀中坐，剑从身后来，还请首令做主啊！如此说来，你们都无责任了。
我在上林署长院佑园林，若是事无巨细，今天一株牡丹，明天一棵翠竹，都由我来监办，那要你们何用？今天此事必须理个明白，找一个人出来负责。听说李善德回来了。当真？对。听说李善德，为了荔枝批文的事情，在各个府衙还闹出了不小的骚动。批文没拿着，横了一鼻子灰。首领，其实这牡丹本就是李善德的负责的，我们只是出于同僚之意，帮他照看牡丹。就是，谁知道是不是他当初用那个黄泥补断枝，才导致今天生了虫啊？这牡丹受了伤，正是孱弱之时，那泥土沾了污物，定会伤及根本，时久异常，必然生虫。如此说来，就应当由李善德负责。哼，他负责，他一个将死之人，早已无所顾忌，怎肯担这个责任呢？我们可以骗他回乐游院。现在何人还能骗他？哎呀，这不行，就换个方法试试。首领救我呀！我80岁的老母还在家中啊，首领。李善德虽当了荔枝使，但毕竟是我们昔日同僚。他回了长安，在各衙门口受了气。不如请他来回上林署小婿，如何？李监事，韩主事外出公干了，要甚时才能回啊？您候着。梁元儿，哎呀，你何时回到长安啊？荔枝的差事办得可还顺利？对了，梁元儿，某了解你的心思。说句实话，如果某接到这种差事，也会心生怨念。可你当真误解了我们啊！是，如今荔枝使已经成了属衙间的笑话，他们笑得出来，咱上林署的人笑不出来呀。你走以后，刘署令时常责怪自己，他说他自己无能，帮不了你。可你也知道，咱上林署它就是个清水衙门。没有实权，那其他署衙尚可把差事往外推，可咱上林署呢，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呀。哎，亮儿，你走以后，公差们颇为挂念你，大家呀都希望你能把这桩差事给办好，也替咱上林署争口气。眼下你若有任何难处，定要与我们开口。你现在的境遇，便是我们将来的遭遇，我们定会帮着你。哎，
宋监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人脉，能帮我把荔枝转运的闸子递上去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李先是已经找到了转运荔枝仙的方法，这几个衙署还互相推诿阻塞。唉，当初这荔枝使的差事，便是他们几个互相推诿，才落到咱们上林署的头上。这帮狗鲨踩着嘴脸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梁远，那你现在有何打算？荔枝转运这事儿，得有批文我才能推进。今日来呢，想问问彭柴，谁能有说得上话的人，帮我把这个闸子递上去。从咱们上林署把闸子递上去，怕也要碰到灰。哎，曲监事，令兄不是在吏部当值，可否帮忙？首领啊，家兄虽是吏部郎中，递个闸子呢是举手之劳，但实在是不巧，家兄今日啊恰好去洛阳办公差去了，得下月方能回来。梁元，你可能等啊？我等不了。你要是昨日来招募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亲眷在藏书署，平日里呢也管些货物流转之事，要不我问问他？藏书署流转的都是书册典籍呀。其实我这儿倒是有个关系，我一个多年的同窗，刚刚升任太府司主簿，不行我就跑一趟，看看他能不能给我这个薄面。我去过了，那儿负责接待藩邦来贡，咱这是岭南吏治。咱们上林署啊，就是个清水衙门，说不好听的，也就是个养花栽树的。要说位高权重啊，咱们在乐游院倒也见过不少。交情，相交才有情啊。咱们想上前说句话都难，更谈何攀关系了。说到这个，我倒想起一个人。咱们上林署还真有一个攀过关系的人。谁？你呀？你忘了？右相命人为圣人喜欢的那株牡丹搭雨棚，结果砸断了侧枝，是你救了那株牡丹，替右相解了围，那是头功啊。如今那株牡丹长势渐喜，右相见之欣慰，还曾提及过你，他定是记得你当日的救世之举。我哪能见着右相？哎，我记得你这个荔枝使的赤牒，便是右相签下的。你若向他禀报，不算僭越呀。况且这转运之事已然有了眉目，他定会很惊喜啊，不会责备你啊。立春之后，右相隔日便去乐游院赏花，次次必唤当值之人汇报那只牡丹的近况。这或许是个机会。右相何时再去乐游院呢？巡礼就在今日啊！辽源，拿去试试。
别误了出事，快点去吧。怎么了？李监事，你回来了！这牡丹生虫了，生虫了！李监事，你快救救我们吧！监事，救救我们吧！起来起来，怎么这宋监事没跟你说吗？哎呀，今天本来是他当值，可是他看了这生虫的牡丹，怕右相怪罪，吓得魂飞魄散。这谁成想他竟然叫您来收拾这残局！这帮狗奴啊！我以为再恶毒的人应该有点良心，没想到这么歹毒呢。李监事，救救我们吧！那个右相他今日来是吧？照例晌午之后，右相就会来。他要来了，我们可就完了。李监事，救救我们吧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救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来看看，哎，来，快！今日我们为何要来乐游院？你没听说圣人无意间提起花期要到了，想必是动了要来游玩的心思。又想频繁出入乐游院，就是替圣人看着这园子。如今正是时候，又想适时向圣人提起，定会说到圣人的心坎里。那我们直接将这个消息告于右相不就行了？右相今日跪体抱恙，我们既然想讨右相的人情，就要把事情做全。我们先来此理，看看是否有差池，再将这消息一并告诉右相，那他老人家岂不是更舒心？如此一来，我们既讨了右相的人情，右相又讨了圣人的欢心。圣人开心了，咱们也都开心。于常是心思缜密，宫中无人能及。右相跪体抱恙，众人皆是殷勤，单太医署就来了7、8个博士，端水的、喂药的，那进献补品的更是不计其数，踏破了门庭啊！但是，真正能把人情送到右相心坎里的不多。谢常侍点拨，小的受教。怎么了，上师？什么味道呀？什么都没着了。何人在这纵火？哎呀，回于常侍，不是纵火，是驱虫。驱什么虫？这牡丹生虫了。这牡丹生虫，你们平日里怎么看护的？什么味道？硫磺，虫害严重，虫害严重，得以草木灰敷于土上，杀灭土中的虫卵，再以硫磺、艾草反复熏制，方能除根。乐游园乃皇家园林，
被你搞得乌烟瘴气。好在今天右相跪体抱恙来不了，不然来了，被你这么一训，你还想活吗？哎，右相今日不来了。于长史，他就是那个李知识。好像见过你，在下上林署李善德，见过于常侍。之前我向于常侍讨教过荔枝仙的转运方法。这人死了，这差事自然就结了。人之常情，无非如此。你果然没死，莫非你办的差事有眉目了？转运已经不成问题了，就是各衙署不收我的札子。可能真得像您上回说的，只有我死了，这差事才了了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仙荔枝定是运不到圣人面前了。不是，本来这个荔枝它是能运来的，但是我这个差事得进了各衙署的转运流程才行。哎呀，那你是不知，这流程起码要一个月。1个月不行了，那贵人的寿宴6月初1，1个月来不及啊。你可知圣人他老人家为何要跳出关序，额外设出使之差遣？就是想一句话发下去，立即有人痛痛快快的办妥。结果如今，你还是这般遭遇。圣人之意，请勿甚照办。罢了，我这个公师副使的职责，就是那顶才白。这高州的新鲜荔枝，既然是圣人想要的，我帮你想办法，帮你省去这些冗杂的流程。于常侍，您要帮我呀！如果我能替圣人分忧，此事我定会勾偑到底。不过我听说，这荔枝3日之外，色香味俱败坏，这新鲜荔枝真的能运过来吗？不敢，这是我写的荔枝转运之法，具体都在这儿。你这法子为时精妙，不过我着急回宫，可否容我带回去仔细揣摩一下？若有不明之处，我明日再来请教。明日何时？明日4正时分，还在此处相见。于常侍，哎呀，梁元兄，你为何不先问问我呀？这各衙署都不收我的札子，只有他肯帮我呀。这于常侍乃是内廷新崛起的一位刁当，为人狡诈阴险，最善贪功，人都唤他上有鳖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他为人如鳖，一口咬住的东西绝不松嘴。怎么叫上有？宦官嘛。你跟他交集，好歹留上一手啊。这如今可好，他拿了荔枝转运法，为何不照葫芦画瓢，自去岭南取了新鲜荔枝回来？这份功劳便由公事副使独得，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不能，他说，他把那个札子带回去研究一下，明日我俩还约了在乐游院见面呢。这话你也敢信？他明日必不赴约。不能，
那各衙署我都去了，那他们可以给我证明啊，这个荔枝转运之法确实是我研究出来的呀。梁元兄，论算学，你是国手，可这为官之道，你比之蒙童都不如啊！那些衙署都不接你的札子，为何替你作证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何况还要得罪那少有鳖？谁会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儿？怎么你去了一趟岭南回来，遭了那么多算计，这还不见长进啊？我平日我脑子全在研究荔枝转运之法，我哪有精力去研究这些弯弯绕绕的呀？你若是呈上转运法之时，附上一份谢表，说明此事由岭南经略使着力推动，杜之同仁大力支持，太傅司、四农司圣师局助力良多。你看那玉成氏还敢不敢抢你走？梁元兄，这做官之道其实就是3句话：和光同尘，雨露均沾，花花轿子众人齐抬。一个人吃独食是吃不长久的。我爬了数月，刚要翻越峻岭，这脚下一滑，又掉井口里去了。可不是嘛！可惜我就是个笔录的小官，性格有刚烈，平时只喜欢与你和紫美走动，如今只能将眼下的形势看得清楚，却不能帮你解围，也不知该如何破这个局。要不，还是把闺女安顿好，我去给一个信任的人吧。什么过继？怎么又过继？过继给谁？你替我养过继，我不过继，不能，那别不能，吃饭，这不能。于常侍，您昨日与那荔枝使相约4阵时分在乐游院见面，现在已经过了时辰。某就没打算去。莫不是您打算亲自操办荔枝转运一事？能写出这样的札子，的确是个人才。这转运之法非常复杂，需要缜密的心思算计，才能不出纰漏。看得出来，这是他在岭南多次实践、反复推演出来的。看来这事儿非他莫可。赶紧叫我，那常侍为何还不见他？唉，这越着急的事儿，越要慢慢的去办。李监事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都在此等人。今日下午闭园撒药，不会有人来了。就是啊。便如那池中之鱼，已经饿得几天，让它患得患失，失了分寸，快饿死的时候，你再喂点吃，它便会对你感激不尽，视你为恩主。这荔枝使啊，咱们也饿了几天。放心，饿不死。反正札子在我手里，这鱼
我是吃定了。